你这辈子遇到的所有巧合，其实都不是随机发生的。你是不是总在时钟上看到1111333？刚想起一个很久没联系的人，对方的讯息下一秒就弹出来，甚至心里正纠结一个问题，转头路边的广告牌，广播里的歌词，刚好就给了你答案。你试着跟身边人讲，他们要么说你太敏感，要么劝你别胡思乱想。说就是凑巧而已，说的人多了，到最后你自己都偷偷怀疑，会不会真的是自己压力太大，想太多了。今天我们用荣格的心理学框架，把灵性觉醒的8个核心征兆一次性讲透。你会发现那些你藏了很久不敢说出口的奇异体验，不是幻觉，更不是精神出问题，而是你意识升级的明确信号。看完这条内容，你不仅能精准对应自己处在哪个阶段，更能学会怎么和这份独特安然共处，不用再躲躲藏藏，觉得自己不正常。先讲第一个最普遍，也是我整理上千条留言里最多人提到的，就是那些多到离谱的巧合。真的，几乎每3个留言里就有一个人说自己总看到重复的数字，尤其是11111。很多人说只要一拿手机看时间，刚好就是11点11分。还有更巧的，心里正念到某家很久没吃的面店，下班路上刚好就碰到老板在门口发传单。刚在担心某个亲友的状况，对方的电话马上就打了过来。这种内在念头和外在事件精准对上，完全没有因果逻辑的现象。荣格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共识性。很多人以为共识性就是心想事成，就是吸引力法则，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吸引力法则是你主动去想要什么，而共识性是你没有刻意求，甚至都没往那方面想，事件就自然发生了。它不是你召唤来的，是你频率对准了之后自然接收到的信号。最新的心理动力学研究也提到，共识性的出现本质上是个体的意识强度达到了某个阈值。以前你的理性脑太强势，会自动过滤掉那些不符合逻辑的关联。你眼里的世界就是一件事跟着一件事，有因才有果。但当你内在的感知力打开，你就会看到那张原本就存在的意义的网。路边的广告牌不是专门为你换的，歌也不是专门为你放的，但你就是能在那个瞬间接收到专属于你的答案。其实这种体验在我们台湾的民间文化里早有影子，比如大家常说的妈祖托梦、拜神求道的圣旗，甚至路上遇到的某种征兆，本质上都是同一种机制。你的潜意识透过外在的事件，把答案递到你面前。只是以前我们用信仰、用缘分去解释，现在荣格用心理学把它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。它不是什么怪力乱神，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能力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这种体验你抓不住，也没法炫耀。一旦你抱着我要证明给别人看，我要靠这个显化什么东西的心态，它反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留言区有位朋友说的特别对，共识性就像一只怕生的猫，你越追它跑得越远，你专心做自己的事，它反而会悄悄凑过来蹭你的手。这也就带来了第一个孤独的来源，你没法跟人解释。在我们这种很看重务实、很讲究科学逻辑的社会里，你跟同事说刚刚那只蝴蝶飞过来的路线，我觉得是我过世的阿公来看我，人家表面不说什么，背地里可能就要嘀咕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，脑子出问题了？你跟亲戚讲这些，长辈只会劝你多休息，不要想有的没的，到最后你只会越来越不想说，把这些体验都藏在心里，好像自己揣着一个只有自己能看见的秘密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恰恰是你开始觉醒的第一个信号。你开始活在一个有回应的宇宙里，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只会按规则运转的机械世界。这不是病，是你的感知力醒过来了，跟共识性一样。几乎每个走在觉醒路上的人都会经历梦境的质变，这也是留言区里第二多人提到的体验。很多人以前的梦是什么样的？
乱七八糟的碎片一样，醒来就忘，顶多就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白天想什么，晚上就梦到什么。但觉醒阶段的梦完全不一样。荣格把这种梦叫做大梦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感强到可怕。你在梦里能摸到物体的质感，能闻到气味，能感受到情绪的剧烈波动，甚至梦里的光线、颜色都比清醒的时候还要鲜艳。很多人醒过来之后要愣好半天才能反应过来，哦，原来刚才是梦。还有的人会做清明梦，知道自己在做梦，还能在梦里控制剧情。更特别的是，这些梦不再是日常琐事的碎片，它会变成一种直接的启示。有的人会在梦里见到一个很有智慧的老人，跟他讲很多道理，醒来之后整个人的观念都变了。有的人会梦到未来发生的事，过了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，场景原封不动地在现实里上演。还有的人会在梦里经历死亡与重生，醒来之后，以前纠结的事突然就都放下了。最新的睡眠研究也发现，经历灵性觉醒的人，快速动眼期的脑波活动会出现很特别的一致性，就像大脑正在下载一整套完整的资讯，而不是随机拼凑记忆碎片。但跟共识性一样，这种体验你也很难跟人说。很多人早上吃早餐的时候跟爸妈讲昨晚的梦，换来一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就把你打发了。你跟朋友说，我这个梦特别真实，我觉得是在给我提示。朋友只会觉得你是不是最近看太多玄学影片了。留言区有位妈妈说，自己孩子过世之后，经常在梦里见到孩子，孩子在梦里跟他说自己过得很好，让他不要担心。他每次醒过来都又安慰又难过，但他不敢跟家里长辈说，怕长辈说他胡思乱想，怕人家说他是因为太伤心，所以出现幻觉了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种触感和温度根本不可能是幻想出来的。时间久了，很多人会慢慢生出一种倒错感，好像梦里的世界才是真实的，醒着的生活反而像在走流程。你会开始期待睡觉，因为在梦里你能见到想见的人，能得到现实里得不到的答案。那个世界成了你独有的秘密花园，门只能你自己开，别人进不来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，不用害怕，也不用觉得自己奇怪，这只是你的潜意识在用你能接受的方式给你传递讯息而已。梦是潜意识最直接的通道，当它开始给你递大包裹的时候，说明你的内在已经准备好接受更多真相了。当共识性越来越频繁，梦境越来越清晰，接下来你会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，你好像突然分裂成了两个人，一个你在照常过你的日子，早上挤捷运上班，跟客户掰扯方案，中午买便当，晚上回家缴账单，处理家务，该生气生气，该开心开心，跟以前没什么两样。但另一个你就像坐在电影院最后一排的观众，安安静静地看着台上那个自己在演戏。你能看着自己发火，同时又知道，哦，我现在在生气。你能看着自己演好员工、好孩子的角色，同时又清楚地知道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你。这种感觉在荣格的体系里叫做自我与自信的重组。以前你以为那个有名字、有身份、有性格的我就是全部的你，你紧紧抓着这个自我，为他的成败喜怒哀乐，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，把它修修补补，捏成别人喜欢的样子。但觉醒之后，你会发现，那个自我其实只是你意识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。真正的你是那个看着演员演戏的更广阔也更古老的存在，也就是荣格说的自信。这就像你的人生突然开了分屏，一边是沉浸式体验，一边是上帝视角，两种视角同时存在，互不干扰。这种状态在我们台湾这种社会氛围里，其实是一种彻底的解放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爱拼才会赢，要考第一名，要找好工作，要赚大钱，要扮演好儿子、好女儿、好爸爸、好妈妈。我们把全部的价值都绑在这个自我的角色上，角色成功了我们就飘，
角色失败了，我们就活不下去。但当你有了这个旁观者视角，一切就都松下来了。比如以前方案被客户驳回，你会觉得天都塌了，觉得自己好没用，整夜失眠。但现在你还是会认真改方案，还是会跟客户沟通，但你心里不会再被那种挫败感淹没了。你会看着那个沮丧的自己，像安慰朋友一样跟自己说，没事，这只是角色的功课，不是你的全部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直这么平稳的。荣格说过，自我和自信重组的阶段，经常会出现很幽默的宇宙补偿。比如前一天，你刚体验到万物一体的通透感，觉得自己超凡脱俗了，第二天出门就踩到狗屎，或者买便当被店员算错钱，搞得你火冒三丈，瞬间打回原形。其实这不是宇宙在耍你，是他在教你谦卑，他在告诉你不用追求什么高高在上的觉醒状态，你既是那个无限的存在，也是这个会生气、会倒霉、会踩狗屎的普通人。两边都接住，才是真的完整。很多中年危机之后突然想开了的艺人、企业家，经常会说，我学会放过自己了。其实本质上就是完成了这个自我和自信的校准。他们不再把全部的自我价值绑在财富、名气这些角色标签上了。他们终于知道，自己不用演一个完美的人，也值得被好好对待。这种稳定感，在现在这个学历贬值、房价高企的环境里，真的太珍贵了。外界再怎么变，你心里有个定海神针，你知道自己是谁，就不会轻易被卷走。这种抽离感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，就是你再也没法非黑即白的看事情了。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4个征兆。以前你可能跟很多人一样，看新闻先站队，网友吵什么你跟着骂什么，立场分明得很。一件事出来，要么是好人，要么是坏人，要么是对的，要么是错的。但现在你看着两边吵，居然能同时看懂两边的恐惧和诉求。你知道这边的顾虑有道理，那边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善良的一面，也有自私的一面。这种能同时容纳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，两种完全对立的真相，还不会让自己精神崩溃的能力，就是荣格说的超越功能。我们现在的网络环境最喜欢非黑即白，你不站我这边，你就是敌人；你不跟着一起骂，你就是相怨。动不动就出征，动不动就言上，好像不把人批倒批臭就不算完。但觉醒的人真的参与不进去这种游戏，不是故意装清高，是你心里清楚，人性本来就是矛盾的，加害者和受害者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标签。这种思维模式，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过了。道家说的和光同尘，禅宗说的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本质上都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糊涂，是看透了之后的包容。我见过很多觉醒的朋友，在朋友聚会上变得越来越沉默，大家都在义愤填膺地骂某个人，吐槽某件事的时候，他只会安静地停着，很少附和。不是他不合群，是他没法跟着大家一起，把一个复杂的人简化成一个坏人，把一件复杂的事简化成一句对错。但也因为这样，你很容易被贴上标签。有人会说你没有原则，有人会觉得你变冷漠了，你解释也解释不清，因为对方还处在非黑即白的认知里。你跟他讲灰度，他听不懂也不想听，到最后你也只能笑笑，不再多说。但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种能接住矛盾的能力有多珍贵，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、天灾频繁的时候，当整个集体都陷入恐慌和焦虑的时候，你能在心里保持一份平静和清明，你不会跟着乱，不会被情绪带着走，你就像一个定锚，你稳了，你周围的小环境也就跟着稳了。这不是冷漠，是更深的温柔。当你能看懂人性的矛盾，能抽离出来看自己的生活，慢慢的你就会进入第5个阶段，你会突然意识到，你的人生根本就是一场早就写好剧本的神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再把自己经历的事
当成随机的倒霉或者幸运，你会发现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都对应着一个古老的原型。那个控制欲超强的妈妈，背后是黑暗母神的原型。那场掏心掏肺却惨败的恋爱，就是英雄远征里必经的暗夜之海。那次把你摔得粉碎的失败，其实就是英雄旅程里的死亡与重生环节。我们台湾人对这种叙事一点都不陌生，从小看的8点档连续剧，听的民间故事，甚至妈祖绕境、烧王船这些仪式，本质上都是在演同一个神话脚本，经历苦难，完成试炼，最终得到救赎或者升华。只是以前我们把它当故事看，现在你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亲身演这个故事。当你有了这个视角，受害者心态会慢慢剥落。以前你遇到挫折，只会哭着问为什么是我，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。但现在你会停下来想，这段经历是要让我学会什么？这个角色是要帮我完成哪部分的功课？比如你遇到一个总是坑你的同事，以前你只会觉得他针对你，天天生气，但现在你会看懂，他就是来演这个小人角色的，他的出现就是为了逼你学会设立边界，学会保护自己。他演得越逼真，你的功课就完成得越彻底，甚至你会开始看懂别人的剧本。你看到那个在网络上无差别攻击人的酸民，你不会再生气，你只会觉得可惜，他被受害者原型吞噬了。他不知道自己在演戏，他以为自己骂的是别人，其实他在跟自己的阴影打架，还有那些在政坛上争权夺利的人。你也会看懂，他们是被权力原型驱动着，身不由己。这种透视能力说起来很酷，但其实也很孤独。因为当你看所有人都像看演员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再投入那种纯粹的爱恨了。朋友跟你吐槽老公，你心里清楚这是他们俩的功课，你没法跟着一起骂。家人跟你抱怨工作，你知道这是他必经的试炼，你说不出那些敷衍的安慰。你就像一个提前看了剧本的观众，坐在电影院里，看着这周围的人跟着剧情哭哭笑笑。你知道结局是什么，但你不能说，也说不出口。说了，别人只会觉得你神经病。所以很多觉醒的人会越来越喜欢独处，不是孤僻，是在人群里待久了，会有一种入戏太深的疲惫感。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才能卸下演员的身份，做回那个真正的自己。但我也要提醒你，不用因为看透了剧本就变得消极。剧本是定的，但怎么演是你的选择。你可以选择怨天尤人地演完，也可以选择认认真真的演好每一场戏。真正的觉醒不是离场，是带着觉知好好入戏。讲到这儿，我必须跟你说一句实话，觉醒这件事是不可逆的。这也是第6个很重要的征兆。什么叫不可逆？就是你一旦见过更完整的真相，一旦体验过那种抽离的通透的状态，你就再也没法假装自己活在那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世界里了。你没法再把共识性当成巧合，没法再把大梦当成脑神经放电，也没法再浑浑噩噩地跟着大众的节奏走了。就像你打开了一张全息的世界地图，你看到了全貌，你就再也没法把它折回去，假装自己只看到眼前那一小块了。这也是整个觉醒过程里最痛苦的阶段，因为你会和原来的世界、原来的人产生很深的断裂感。你还是每天照常上班、挤捷运、跟家人吃饭、跟朋友聚会，表面上看起来你跟以前一模一样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。你就像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人，重新活回了原来的生活里，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，但你知道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了。留言区有位朋友的留言特别戳人，他说：我试着跟我妈讲我的这些体验，我妈说我再这样下去就要疯了，要带我去看医生。我自己也偷偷怀疑过，我是不是真的疯了，但我心里又清楚得很，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真的，
这种在疯子和先知之间摆荡的自我怀疑，几乎每个觉醒的人都经历过。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家庭观念很重，我们非常在意家人的看法，非常害怕被当成异类。当最亲的人都觉得你不对劲的时候，那种孤独感真的是铺天盖地的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拼命想找同类，想找一个能听懂自己说话的人，但很难。因为意识这个东西就像无线电频率，你调到了这个频道，你就只能收到同频道的讯号。那些还在旧频道里的人，你说的话他们接收不到，也理解不了。所以你必须学会一件事，承受孤独。这不是让你封闭自己，也不是让你跟所有人断绝关系，而是你要接受，有些路你只能一个人走，有些体验你只能自己藏着。你不用逼别人理解你，也不用拼命向谁证明你是对的。孤独不是惩罚，是筛选，它帮你筛掉那些不再同频的关系，把空间留给真正和你同路的人。在遇到他们之前，你要做的就是好好陪着自己，稳稳地走下去。你要记住，能走到这一步的人本来就是少数，你不需要合群，你只需要忠于自己。很多人对觉醒有个很大的误解，觉得觉醒了就要看破红尘，就要出家隐居，就要脱离现实生活。但荣格的观点里，真正的觉醒从来都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为了更深的扎根现实，更好的服务集体。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7个征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经历了这么多孤独的淬炼，拿到了这么多洞见，不是为了让你高高在上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的，是为了让你把这份清明带回你的生活里，带给你身边的人。我们台湾这个岛屿其实天然就有很强的集体命运感，地缘政治的压力、频繁的天灾，还有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，其实整个集体的潜意识里都藏着很深的焦虑和不安。这个时候，每一个内在完成整合的人，每一个心里稳得住的人，都是在给这个集体的意识充值。荣格说过，集体无意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它是由每一个个体的意识组成的。你多一份包容，这个社会就少一份对立；你多一份清明，这个集体就少一份恐慌；你多一分稳定，周围的场域就多一份安宁。你不用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你是老师，你就好好对待你的学生，把这份稳定带给他们。你是早餐店老板娘，你就好好做你的早餐，给每一个客人一个微笑。你是工程师，你就认真做好你的工作，在自己的岗位上保持专注。你只是好好活着，活成你自己，就已经是在服务这个集体了。留言区有位朋友说的特别好，以前我总觉得要做大事才算有意义，现在我知道，把自己活成一束光，让靠近我的人都觉得温暖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真的是这样。很多人以为觉醒之后就要去渡人，就要去教别人怎么活，其实根本不用。渡人最好的方式，从来不是说教，是你自己活出来。你活成了平静的样子，身边的人自然会被你影响。你活成了有爱的样子，周围的世界自然会变得柔软一点。你就像一座灯塔，你不用特意跑去救谁，你只要稳稳地站在那里发着光，那些在黑暗里迷路的船自然会顺着你的光找到方向。这不是什么伟大的使命，这是每一个觉醒的人自然而然会走的路。你经历过黑暗，所以你知道黑暗里的人有多冷。你体会过痛苦，所以你知道痛苦里的人有多需要一点光。你不会再因为想拯救别人而扛起不属于自己的业力，你只会温柔地站在那里，告诉每一个走过来的人，别怕，我也走过这里，前面有路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讲第8个，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征兆。你会慢慢明白，你经历的所有混乱和痛苦都不是白费的，你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疫苗。什么意思呢？荣格说过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不是因为大家太脆弱了，是因为人类的意识正在被迫进化，旧的模式已经走不通了，
新的模式还没建立起来，所以大家才会陷入无意义感，陷入焦虑和抑郁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境，网络资讯轰炸，大家每天接收的信息是以前的几十倍，低薪高房价，年轻人看不到未来，社会对立越来越严重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糟了。但换个角度看，恰恰是这种混乱和痛苦催生了意识的升级。就像疫苗，它先给你注入一点毒性，激活你自身的免疫力，以后你再遇到同样的病毒就不会生病了。而正在经历觉醒的你，就是最先产生抗体的那批人。你经历过人生崩塌的虚无，所以你不会再被外界的标准绑架。你体验过深入骨髓的孤独，所以你不会再依附别人的认可活着。你看清了人性的复杂，所以你不会再轻易被煽动、被操控。你从废墟里长出了新的意识，这种意识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。最新的全球心理健康研究也提到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所谓的灵性紧急状态。很多人被当成精神问题去治疗，但其实那只是意识蜕变过程里的正常反应。就像蛇蜕皮的时候会很脆弱、很痛苦，但蜕完皮它就长大了。所以你不用觉得自己奇怪，也不用害怕自己不正常，你只是比别人早一点开始蜕皮而已。对我们台湾的朋友来说，这点尤其重要。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，我们经历的焦虑、不安、不确定，其实都是集体意识蜕变的阵痛。而你作为先醒过来的人，你要做的就是记住自己是谁，然后温柔且坚定的把这条路走下去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这片土地上有千千万个和你一样的人，他们散落在各个角落，默默经历着同样的蜕变。你们不用认识彼此，但你们的频率会互相呼应，会一起支撑着这个集体走过这段最难的路。你不只是岛上的过客，你是集体梦想的守夜人。你手里的那点光很微弱，但足够照亮你脚下的路，而无数盏这样的光聚在一起，就能拼成整个时代的黎明。讲到这里，8个征兆就全部讲完了。我想最后再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。其实整理这些留言的时候，我翻了上千条评论，看到了太多人的故事。有人在亲人离世后开始觉醒，有人在一场大病后突然开悟，有人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因为一个巧合的数字，一个清晰的梦，慢慢找到了方向。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，孤独、不被理解，还要时不时面对自我怀疑，但请你一定要相信，你经历的一切都有意义。你不是疯了，你只是在醒来。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体验，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故事。不用怕被笑，也不用怕被说奇怪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懂你在说什么。如果这条内容有帮到你，麻烦帮我按个赞，让更多正在经历这些的朋友能看到，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异类，也不是一个人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以后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关于荣格心理学、关于内在成长的内容，陪你一起走这条路。觉醒不是终点，是回家的开始。愿你在这条路上，既能守住心中的光，也能接住人间的暖。我们下期再见。